I've got the BP spirit right in my head, right in my head, right in my head. I've got the BP spirit right in my head to stay. 嗨，大家好。好，光谱好了哦。是好，测试声音。我想一下，我的资料夹，我请我的伙伴帮我找一下，我现在还在找这个资料夹。但是呢，我觉得今天来讲一个过去大家很少提的那个 HOC meeting 在干嘛？HOC meeting 呢，就是各种大型活动，不管是 MOOT 还是世界大陆营啊这一类的大型活动，它都会有一个各国代表团会议，代表团的团长会议，因为并不是每个国家的赛事都很庞大，或每个国家都有总团长这个编制，所以它就是各个国家的代表团团长跟主要联络人的会议这样子。然后呢，它通常就是一个国家是2个名额，但是你如果有需要增加可以增加。那像2027世界大陆营呢，它的第一次代表团长会议是在2024年的11月左右，是用线上的方式。然后，所以大家可以看到，2023世界大陆营刚结束，2024年他们的年底就召开第一次的代表团长会议，这样。然后2025年的7月、26年的7月跟27年的4月。总共有3次的实体会议，这次是这样子安排的。那这个会议呢，它可能是除了线上那一次之外，可能是3天，可能是4天，然后它上蛮紧凑的，它分2个部分，一个是官方行程，官方行程就是它会做一些报告，然后大家可以提问以及提供建议。OK， 那他的这个报告的方式有包含了，比如说他找市长啊，找当地的消防，有点杂音。他的比如说当地的消防局长，或者是那个坤仪团长，不好意思，你的那个麦克风方便帮我们关一下吗？好，我找一下，我不知道麦克风在哪里。好，没关系，我们稍等你一下，不用有压力，就是个闲聊。你不要这么小声一点。主要是会听到我自己讲话的回音。或志颖，你可以帮忙关一下。好，我来看一下。知颖，你连稍等我一下，稍等我一下，我来看。等一下。怎么取消全部？现在可以有声音吗？请汪甫开啊。光谱的现在呢？OK， 原来是我关掉。OK， 好，不好意思。好，那我就继续喽。好，这个会议啊，大概是4天，然后刚刚说分2个部分，一个是官方嘛，第一个它除了报告，通报的内容，以通报的内容为主，但它讲的更细，以及为什么他们如此设计，就可能包括前一次或包括整个目前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等等的一些安排，然后以及一些他们的新的想法，但是这个是很鼓励双向沟通的。就像有一位负责食物的主办单位里面一位负责食物的伙伴呢，他就透露了这一次的活动可能没有肉因为他们觉得这样比较环保。OK， 但这是个很左的思想啊，然后这也没有很多科学根据，但也有很多的反证啊。然后他就
当下所有人都炸锅了这样子，不管是匈牙利啊、以色列啊什么，每个国家都是这个没有肉吗？这不合适吧？等等。哦，然后后来一个位阶比较高的出来救场，说，要他们尊重各国不同的文化跟多元性这样子，然后就有人直接吐槽说，如果完全没有肉，只有素食可以选择，本身非常不具多元性，违背了这个组织跟这个运动的精神啊，话讲的蛮重的。然后呢，他就说，会有肉，只是可能会比较少。OK， 那这次大会是 CNT 一样是餐厅一起吃嘛，然后小朋友是自己去超市买东西来煮嘛，所以呢，很多 HOC 就是代表团的团长，他就会担心说，他们会不会把肉弄得很贵呀，让大家买不起这样子。哦，所以像我私下有几个国家的 HOC 都说，我们这一次要去追踪这件事情。OK， 不过可以很显然，就他们也许本来想要没有肉的，但是因为反应很激烈，立刻就承诺有肉。或者像他们本来有一个交通车说，全部到 Welcome Center 之后，只能搭他们的车进营地。可能他们想要去限制那个车子的车型啊、size 啊、道路交通安全等等这样子，因为他们不希望有任何的车到岛上去骑其他人的车。那就有澳洲的就说，这是个很笨的政策，因为我们每个代表团有很多的工装，我们搭游览车到那边，然后要把东西全部通通都丢下来，然后排队等上你的车，东西全部再上一次，然后到了营地，我东西要全部都下来。所以后来通报中，他们也承诺他们会回去调整。后来的通报中也很明确的说，你可以搭他的车，你可以到 Welcome Center， 他会帮你弄进去，或者是你自己的游览车，你自己的游览车，那么你可以派一个人下来报到，然后其他人就跟着进去这样子。OK，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充分的双向的沟通，我觉得他们是蛮有诚意的。OK， 但我想，因为大陆营上不是一个国家办，其他人参加者，某个角度来说，每个国家都是参加者，也都是举办者。这个国家准备的越丰富，那每个参加的代表的国家准备的越丰富，不管是各种文化、各种活动，或是他的国家展览馆，或者是甚至他去设了一些站，都会让这个大陆营更丰富。从日本那一次就可以很明显看到说，你世界各国的舞蹈都凑在一起的时候，它的火花是很精彩的。所以我觉得大陆营官方并不全然认为大家只是来参加活动，而是共同主办者，有一点那种味道存在，但当然规划架构什么或是大方向还是由他们抓着，所以我觉得这是蛮有趣的。那每天的晚上呢，他们都会安排一些休闲活动，比如说第一天 Welcome Party 啊，第二天有一些手工艺的制作啦，然后什么波兰食物体验这样子。OK， 但是呢，这种非正式会议的行程呢，我觉得才是真的战场，因为我们会所有的人都很努力的在认识其他人。为什么？因为认识我们是不是有什么东西可以一起做？我们是不是有什么东西可以一起参考？然后我发现，虽然欧洲是很强调年轻化，就是这是一个青少年的活动嘛，然后他们很多国际委员什么都很年轻，但是在代表团的总团长这件事情上面，全部人都超有经验，或者是超老练，或者是有规划的、有计划去培养，很多都是参加3次、4次、5次世界大陆营，而且他可能已经待过 CNT 2、3次这样子。所以像我这样子完全的小白是没有的这样子。OK， 那这件事情让我就意识到说，是有在培养接班梯队的。像比如说比利时他的代表团的总团长才30几岁，
但他已经参加过4次世界的大露营，就我们发现说他18岁之后无一不语，以及他已经待过2次 CMT， 这一次是第3次，所以他很清楚知道该做些什么事情。这是我印象很深刻的事情。那这个非正式会议的时间，有这个战场有多激烈嘞？我举个例子，就比如说我们的每一天早餐、午餐、晚餐都跟不同国家，同时跟1个2个不同国家的总团长用餐，所以事实上是从第一天就要一直开始去约我们哪一餐可以一起吃，然后来交换一下意见跟请教人家怎么做。因为对我们来说，去看看别人是怎么进行是很重要的。那这2025年7月的这个 HOC meeting 大概有50几个国家参加，所以几乎比较具规模的童军会都参加了，几乎都参加，只是多跟少。所以我个人觉得它是很有收获的。然后我们所以这一次我们有一些引进新的东西嘛，比如让大家来投票说这个分团部章要怎么操作啊，这就是比较了很多国家的操作方式。那借由这样子的一个会议，可以知道说他们这样操作背后的意义跟考量是什么，然后从中去找出一个妥协的或合适的方法。所以我自己会觉得这个东西除了我们应该要书面化了所以我回来上准备了一个很厚的一份的出差报告，实际上这就跟公司出差一样，实际上还蛮辛苦的。那就是如果你真的很认真的开会的话，很辛苦。那我想大家都很认真啦在当下。然后除了 HOC meeting， 因为已经好不容易到了当地，所以一定会去看一下场地嘛。那对于我们来说，我们就会去把之前曾经遇过的问题去设想我要怎么解决。比如说我们就去找眼镜行在哪里，因为大家露营人一多就很容易说眼镜被压坏了或是不见了或什么的这样。然后比如说药局在哪里，比如说大卖场超市在哪里，所以这个我们都要去走访，然后包括它的大众运输啊怎么搭，然后路程等等。所以这整个5天的行程是非常6天的行程非常非常紧凑这样子。然后我们还要去找一些国家展览馆的后勤的供应站，因为在韩国的时候就发生说我们需要一些物资，但我们如果对当地没有熟悉，然后找旅行社也没什么用，一般旅行社不会承接露营活动，所以他们不太知道露营活动需要什么，什么都透过大会买，又慢又贵那2023还好是高国伦理事长他在韩国刚好他有个子公司，所以他请公司的人帮忙，可以调到一些物资。那在波兰上没有这样的资源，更何况我们这次在的地方离华沙、离台湾的波兰大使馆又有一段距离，3-4个小时的车程所以我们就去看看这样的东西。然后呢当然就带了很丰富的资料回来，然后 CMT 的伙伴就做成了网站。但是我本来今年7月也要再去参加的，但我就很认真在思考这个问题就是以组织来说的话，那比如说大会得到了讯息，然后给总团长，总团长给了讯息，再给这个组长或者是总会，然后找到合适的人去做这件事，比如说后勤或是国家展览馆。那还不如就是说，如果我们把这个桥梁给接好了，事实上是大会的，也不要大会的负责人，他负责场地规格规划的这个人呢，直接跟我们的后勤组对接，说我们的电源啊，它的规格是什么样子啊，最大的负载是怎样，因为过去几次都缺电嘛然后我们的货柜啊要怎么进去啊，是不是有卡车可以租用。如果可以有2个人，他们2个可以直接对接的话，我觉得会增进非常多的效率。就像比如说一般企业在商业活动上，可能是公司一定是采购对业务嘛，但是他们的账务可能是双方的财务直接对接，对不对？那这样就会很有效率。所以呢，经过比较严格的评估之后呢，我们就决定说这一次7月的我就不去了，
我已经把这个桥梁搭好，我就把第一线负责的伙伴去开这个会议这样子，所以我们一样会派出2位伙伴去，但是同时我也是希望有更多的不同的 CMT 的伙伴去看看说，有什么，因为每个人都有盲点嘛，有什么是之前我没有注意到的事情，所以在明年4月也会是这样子，我们会派不同的人去参加这个 HOC meeting， 但是如何让这个不同的人之间呢，可以回来讯息依旧是很完整的，这个是需要下一点功夫啦，所以我们也还在想尽可能的把这个出差的内容，或者是去之前想到的问题，先尽可能的条列化，这样子。这是有关 HOC meeting 的一个架构，然后我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这一次去开会的一点照片。但是雅婷，请问你在线上吗？我在。请问那个 Amy 那个资料夹，那个当初给你很多讯息那个资料夹，你方便那个私讯给我吗？我找一下哦。然后里面有照片，里面有一个照片的资料夹吗？我要找一下我的电脑，等我一下。好，等我一下。谢谢，因为然后说我这个总团长只有许愿，事实上我有非常多很厉害的帮手，然后都靠他们，我上有点不好意思。我刚刚就是在找我的手机跟来一下 HOC meeting 的，不好意思，我今天一样没有准备 PowerPoint， 我们最近公司真的有点忙，在雅婷还在找的之中，好，他在找的过程中呢，我们也别落了。大家有没有什么关于到目前为止有没有什么想要分享或想要问的事情呢？那我先分享一下上次的那个上一场的备学院之后，我们的这个怎么说呢？我们的很多伙伴建议我们要弄那个美食坊嘛，然后所以我们也确实去找看有没有机会做美食坊，然后我们目前确实有一些 idea， 然后我们会来试一试。那我们的希望找到厂商愿意到波兰去大陆营开设美食坊，代表台湾去开设美食坊。然后这个怎么说呢？这个营收跟成本呢，就由他来承接概括承受。那如果真的有赚钱的话，那也许就可以捐台湾的童军总会一点钱。因为我们上次有提到，有些伙伴上次没有来，没有像马来西亚，他准备了160万要来营运这件事。那德国啊，很多国家我们收集到的情报里面都是，这是个赔钱，很可能会赔钱，而且正常来说也会赔钱的方案了。所以，如果有厂商他本身想要打欧洲市场，或是他在波兰本来就有这样子的商店，像我知道目前波兰的台桥，它有一家是专门在做凤梨酥的，它凤梨酥有一部分在波兰自己做，但是土凤梨酥好像从台湾进口。那它已经有很完整的这种原物料的进口的措施啊、检验证明等等，那它比较有机会跟可能赚到钱要不然光是一个纸杯，你也不能从台湾带过去，你那个纸杯要经过波兰政府的认证跟验证，所以呢，会是一个这样子的状况。所以如果各位有觉得推荐的厂商的话，请告诉我。好，
团我传给你了，谢谢。然后那个里面是那个连结是有照片的吗？最下面那个影片跟照片。哦，谢谢。请谢谢谢谢。然后我们来开一下那个简报档给大家看，我来分享一下。分享。好，大家有看到就是这里有超级多的档案，所以它3天会议就是每大概半小时到45分钟一场，所以我们现在大部分网站上的资料都是来自于这一次的会议以及它的相关的通报，然后影片跟照片呢？直接看照片比较有感觉。雅婷，这里面只有影片这没有照片好，不好意思，我们现在找不到照片，但是那我先继续回来刚刚那个好了。有点拉惨了。OK， 好，算了，我先继续咕噜咕噜。那个雅婷再拜托帮我找找看有没有照片，好，或帮我问一下 Amy。那个HOC 呢，还有一个机制是我觉得蛮有趣的，就是因为随着时间很长，然后大家都是志工，那 HOC 是有可能会换人的，所以或是有的国家它根本就还没有产生这个代表团团长，那他就会怎么样？他就会先指派一位人担任联络窗口。那像童军总会的话，过去大概都是张文新大哥来担任这个联络窗口，然后到比较接近的时候才提出这个代表团团长的人选。那只是因为这一次报名的很早嘛，然后所以很早就截止了，那必须要很早就决定代表团团长，所以我们这一次是比较早去的。那么，我个人印象很深刻的就是大家有看到我的背景板，这一次大会它很强调协作各国的协作。所以他对于这种背景的模板甚至还特别设计了一种文字给大家做，因为他希望每个代表团在准备世界大陆营的时候，除了有自己国家的特色，也希望有一个一致的氛围，比较活泼的、年轻的。那我觉得这个 idea 可能来自于上一次的韩国世界大陆营。大家如果有印象，韩国世界大陆营呢，它是用帐篷。所以很多国家是做一个代表团布章，但是它也有一个帐篷形状的，像台湾也是嘛，然后荷兰也是，就是我有一个国家的代表团的 badge， 但是我也有一个帐篷的布章，所以在那个一个规范内，然后让大家去展现各国的特色，那这样同时又有一致性，然后又有多元性，所以这是一个很有趣的平衡。所以这一次他们也采用了这个概念。那它不只在布章的设计上给你一个建议的模板，它从你的简报档啦，然后甚至他还建议你要用什么样的语气来跟小朋友讲话啦。所以我们都说我们都尽量要开始避免使用什么行前训练，我们要叫行前准备这样子。然后比如说 IST 也不叫做训练，叫做见面会。用这样子的字眼来去形塑它的氛围。整个代表团的运作它除了有一致的氛围感之外呢，他们很强调人与人的互动跟一致性，就是那个是但是它的规划就是给一个文化上的一致性不是很多硬性的规则，因为他也知道你根本就没有办法去，你可以给推荐，你没办法给限制。这个是我想要表达的。那
在换总团长这件事情呢，他们安排了一个很有趣的职务，就是每一个大区域都有一位负责人哦，他有一位服务员哦，很资深的服务员，然后还负责服务这个地区，所以亚太区33个国家，他就有一位负责的窗口，你有事可以先找他。那这一位呢，他是从这个亚太区找出来的服务员，他可以兼具什么样的功能呢？就是也许这个人他本来在亚太区就很常有参与国际活动，他对亚太区33个国家熟悉，所以找他。那对于大会来说呢，他不一定了解阿拉伯区的人怎么沟通，因为都波兰人嘛，他可能也不一定比较了解亚洲区，甚至找不到窗口。所以我觉得这个设计是不错的，他在每个分区都找了一个这样子的帮手。但是这个帮手呢，它有一些规范，你一旦成为亚太委员，以及你是国家代表团的总团长的话，你就不能担任这个角色。为什么？避免利益冲突哦。比如说他分一个机会给亚太区，然后结果这个人如果他自己就是国家代表团的团长的话，那他可能就优先分给他的国家嘛。哦，所以如果你当选了亚太委员，或者是你是国家代表团总团长的话呢，你就不能担任这个分区代表的角色。所以呢，我们的原本是一位尼泊尔的伙伴来担任这个角色，然后他当选了亚太委员，所以他就辞掉了这个角色，就由美洲区的那位代表呢来协助。但美洲区的代表对于亚太区的事务都不熟，所以我们会发现，如果语言可以的话，直接跟波兰联络是最快的。所以我们大家还记得那个1200人给的很慢的这件事情，就是名额确定这件事情很慢。一方面是来自于这种联络的资讯链的不够传达不够有效率之外，另外一个当然各国有些国家迟交，然后他一直等，就像大家还记得原本是1月还是12月就到期，就要交那个你要会前会后旅游，结果我们看到最新的 HOC meeting 的通报里面，他就说延到3月31号，所以我知道有些团的伙伴，我们台湾总共有20个小队要登记，我愿意参加会前会后的 camp 嘛，就是跟波兰童军一起，但是还没有等到下文，所以我们也一直去催他，我们才知道原来他是遇到了这样子的问题。那这变成是一个现实跟实务，理想跟现实的落差。他很希望早点定下来，他很多事情可以开始推进，但是他有些东西他又不得不延后，所以你看他通报也都几乎压到最后一天才出来，不得不延后。所以这个就是大家在互动的时候要慢慢去抓清楚他们的节奏，或是要去体验啦。OK， 那这个当然对于 HOC 来说，他可以选择什么都不讲，什么都不讲，全部通通都体验，都抵定了，然后才来讲。但是我们这次之所以没有这样选择，是发现这样会错过很多机会，因为大家需要时间去运作。就像我们这次的报名，有对很多学校团他很不利的原因是，他甚至小朋友都还没有入学啊。他的比如说我们在去年的8月报名截止的那个时间点，小朋友还没有入学或者在放暑假，他根本就没有办法去宣传这件事情。对于学校团有心的老师来说，他确实是很困扰，或是很难达成的。尤其是如果完全按照大会的 tempo 来说，就是这是个两难。这是我自己觉得是一个未来我们得好好想一下，通盘的去规划一下这件事情怎么做的一个关键这样子。那这2个月啊，2月3月放假嘛，然后再加上这个月上我们做了很多，整个代表团有很大的进展啊，包括分团长的分团服务员的实体会议，然后 IST 的会议如期的展开，然后我们在寻找外部资源合作上也有很大的进展这样子。不过碍于一些合约的规范，在还没有签约之前，这个不能对外讲。不过我觉得也还好，很庆幸说波兰这么早，让我们不得不这么早。那因为时间一拉长，就有
很多机会可以尝试，大概是这样子。OK， 我们来看看 Amy 帮我找到了我需要的照片了没？好，还没有找到我需要的，哎，这个也是有。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哦。第2次资料会议。我们一起看一下，大家一起来挑一个主题吧。大家想要看哪一个主题的照片呢？我们就拿1、2个来当例子。线上有没有人回复我？那个是大会的简报，对，那可以看安全吗？安全好啊，安全这个很好。好，大家来看看哦。然后第一个就是它的简报模组，然后呢，程式支持嘛，协办单位，然后你看它的字体 ，OK， 然后它当然就会给你一点大纲，所以你看字体哦，他们为了这个去弄了一个字体，哦，它简报中规中矩，但是这个是很有活力的，它 topic 是很有活力的，然后它的这个箭头就是一直要对应它的。大家有看到这个箭头吗？哦 ，OK， 所以在很多细节上，它可以看到他们的巧思啦，哦，然后你看它的安全的概念还包括它就是要搞一个这个 contagion 的 training，OK， 这个我不确定以前有没有，但我从来没听过这件事情 ，OK。它这些东西呢？哦，他告诉你现在需要做什么 ，OK。然后他一直强调，就是你一定要反馈，然后他们可以去修正。我觉得这样的精神跟态度是很好的，而不是因为过去有1、2次听说就是他什么都不跟你讲，或什么都觉得你就是照我说的做让。但他们这次是提供很大的互动性，一起来形塑这个活动 ，OK。OK， 所以你看，好，就是这件事是大家一起的，不是单方面的责任。然后接着呢，大家有看到，这就是他们的 sponsor， 各种协办单位。所以我们这一次我们学到了这个概念，我们也除了2029之外，我们的 Moot， 我们2027也开始想，我们一直要来寻找我们的协办单位。OK， 刚刚这一头拉苦的东西，它前后大概就是只花了大概25到30分钟把它讲完。然后大概留了15分钟来进行 Q&A， 所以这个是那有来参加那个分团服务员会议的呢，就除了安全，大家还有没有想看哪一个？分营区生活场地可以啊，可以。不用客气。好，场地来咯。事实上这个全部都在中文的，都在我们的网站都有啦，在这里不会看到什么之前没有发布过的东西，只是让大家有点感觉说这开会在干嘛，然后他会讲得越来越细这样子。然后场地，我跟 Amy， 谢谢 Amy 上线了，我跟 Amy 印象最深刻的时候，他就说我们不是使用地下水，我们不是海普新生地，然后全部人都发出会心的一笑这样子 ，OK。然后你看他有强调，他说他是来自于一个法国的团队来处理这件事情。哦，他说不是单一的国家在处理这件事情的，这个强调也蛮有意思。然后这个很有趣，我们好像没有放这一页，还是我们有放？雅婷，我们是不是有放这一页？有在网站上。好，那个，请大家打开麦克风，一起来念一次。Amy， 你在吗？你可以教大家怎么念吗？这真的太难了。我也不会念，这太难了。这波兰文，对，这我不会念，大家拜托 AI 吧。
哦，好啊，大家拜托 AI，它真的很长。然后这什么 Vespa，好算了，我觉得我念只会误导你们，还不如不要念。总而言之呢，就是他第一件事呢，花一点时间带领大家一起念这个字到底怎么念。这个字就是这座岛的名字 ，OK， 就是我们要去露营的地方。然后他就说这个地方的一些基本，你看温度啦、摄氏啊什么有的没的，跟我们自己在网络上查有一点点出入。哦，所以你看它晚上是14到17度 C， 然后我们查大概15度、18度，所以稍微比我们想象再冷一点了。哦，然后但是白天我们查到有28度，但他这边说大概20到24度，然后风很大，但大体没有差异太大。哦，然后这是一大块玉米田，然后给你看一下说这个是15000人的露营的照片，所以规模至少会是3倍大。45000人嘛，大概会是3倍大，大家有点感觉。所以大家可以看到中间这一块，那人一多踩来踩去，就全部通通都是，就是会变光秃秃啊。草就算原本跟比人还高，也都会被踩平的。OK， 然后这个是网站上也有嘛。然后这个我们通通都放了，就是它这一次会有独特的会有独立的卫浴，安全的，然后会有干净的饮用水，它淋浴间里面是可以上锁。但我一直对这件事保持很大的疑惑啦。当一个东西可以反锁在里面的时候，它不一定安全呐。哦，它当然避免被人家从外面跑进去啊、性侵啊或者骚扰啊干嘛。但是要是有人就一直躲在里面不出来，这也是很麻烦的一件事情啊。哦，或者有人在里面晕倒了，比如说肚子痛哦，或比如说月经来或什么哦，或晕眩等等，在里面晕倒了，没有人知道，他就一直被关在里面。所以我对于这件事上，我也有点保留的。我并不是觉得这样的做法不好，我只是想要了解他们的配套措施，因为这些东西都会是台湾2029举办木特很重要的经验，这样子。刚好他们要搞垃圾分类5种。好，场地看完了，但是他有一天是中间带我们去看现场的场地啊，现场的，然后告诉我们说哪里会弄停车场，哪里会铺铁板啊，哪里会干嘛，然后他们会开一条6公里的道路来作为救护车跟消防车的紧急通道，这样子。就为了这个东西会去用碎石头开一条路，但是在活动结束后，那个路又必须要把它给铲掉，因为要恢复成玉米田。好，这个是场地跟安全哦，很好，大家都非常有经验。先看最重要的东西，还有吗？还有吗？大家还想看什么呢？好，那我们来讲点那个比较有趣的事情啊。我应该还有，志颖，我还有一点时间，对吧？有的有的。好，我们来讲一点比较有趣的事情。这种可能太组织或是如何办活动或如何办大型活动这种事情，可能不是这么有趣。我们来讲一下比较有趣的事情哦，就是我想想怎么破题好呢？哦，好，最近就开始陆续有一些 IST，他们需要换人，或是有人开始有点着急说开始了，然后我还没有候补上这样子。那我们当然会去跟波兰积极的争取啊，就是说我们1200人可以再给我们一点这样子。但我不是很有把握，是因为我们目前已经是据了解应该已经是亚洲最大的代表团了，目前为止是亚洲最大的代表团，所以我们并不是很有把握可以拿到这个名额，但我们会尽力去争取看看，不管是露营团的名额也好，或 IST 的名额也好。不过这一次报名的预期，看起来是人数是挺踊跃的哦，再加上它的场地并不是非常的大，他们也没有想要无上限的去收人。OK， 好，但是我跟几个亚洲国家的团长在聊天的时候呢，就是总团长，大家最担心的尤其在这2周，
最担心的就是战争的问题。战争的问题就是现在美伊战争嘛，然后海峡封锁所以货柜很贵，我们通常都从这个话题开始。但事实上，整个地缘政治的风险，除了像韩国也很担心中国跟日本的摩擦，或是南北韩的问题那台湾的当然不用说，那菲律宾也有南海的问题，所以是大家全部都有地缘政治风险的问题。再加上大家也担心乌克兰的跟俄罗斯嘛，因为现在焦点全部都跑到中东去了。OK， 所以他们判断，他们都说台湾很勇敢，超多人报名这样子，他们觉得并不好推所以也许台湾在对岸长期不友善的情况下，已经慢慢有点矛盾化了，或是已经比较没有那么，也比较大胆了，也许不知道。第二个是呢，我在这个礼拜天3·5童军节的时候呢，这个礼拜我同时去跟着总会一起去拜访了外交部，然后也去拜访了几家企业，也拜访了这个也在3·5童军节找到机会跟赖清德总统当面的报告这件事情。所以我们如果真的在当地遇到了一些需要撤退的事情的时候我们至少需要准备，大家的共识都是我们至少需要准备我们在当地移动的车费或是粮食来当做紧急预备的基金。这个是大家都觉得我们应该要预备这样的东西。但是至于怎么预备呢？我想 CMT 之后也许会给大家一个建议的方案。这个需要比较缜密的思考跟说帖这样子。OK， 那这个话题为什么会突然间变成各国代表团团长的重要的话题？一个原因就是世界童军总会2个礼拜前在卡达办了一场教大家如何举办大型活动，不管是你未来要举办大露营的国家，比如说像丹麦2031，然后或者是像我们台湾要办2029，或者是你要办世界童军教育会议，新加坡等等各国的这些都派代表去学习怎么办活动，那他找一些很厉害的人比如说什么办亚运、办奥运的这种团队来教大家怎么办活动。然后他们在那个时候就遇到了中东开战了OK， 所以像我们盛孝明伙伴国际关系委员会的主委，或者是我们邱一之副秘书长，他们当下就是在那边的。大家有看到新闻说回台湾的机票一张变20几万什么之类的那而且这种东西就是保险都不理赔嘛，只是有一个旅行社它是概括承受了嘛，然后我就觉得这旅行社是很棒的旅行社，就是他协助承担了这个风险那他这一单肯定是赔钱的，但是他做到了他的口碑 OK。所以我们在当地如果真的遇到这一类事情的时候呢，我们比较会需要的是能够调度资源的人，你不一定是只有撒钱的，因为那个你就算愿意花50万100万，一是没有那么多机票，二是那其他人怎么办，对不对？所以我们就一直在寻求政府单位或是类似相关单位的资源，但是这个时间点他们也没办法承诺任何的东西，说你怎样我保证把你弄回来，事实上不会有人去承担或是承诺这件事情。但是我们只能找相对过去各国的 CMT 里面比较没有这个方式，但是这一次很多国家都觉得应该要有这个机制或是这个方式，就是说如果遇到事情他有一个有办法对外调度资源跟与政府沟通的人所以我们也在很积极的寻找这样的人如果各位伙伴有觉得合适的人选，请推荐给 CMT 这个人他可能需要有点位阶，一点社经地位，一点人脉可以，或者是对政府高层或者是政府体系中负责相关事务的人有直接一通电话直接找到的人的能力，而不是像我们要打给外交部的科员，然后一步慢慢上去这样子过去没有这个编制，但是
这一次大家觉得应该要有这样的一个编制的人，这样子。这个是我觉得蛮有趣，这2个礼拜刚发生的事情。好，以上就简单跟大家分享 HOC meeting 在干嘛，以及就是事实上各国代表团团长之间是可以很密切互动跟交流，然后大家建立一点关系，在营地也可以一起处理事情这样子的一个平台。然后我会建议，我回来之后事实上就建议了这个我们举办 MOOT 的伙伴要加快脚步啦，因为我们在2025年的5月的时候，我们就发现原来智利已经在遴选2029的MOOT 的代表团团长。那像台湾要办2029的 MOOT， 所以我们2025也去了蛮多人的。好，2025的 MOOT 去了蛮多人。那我们这一次看到丹麦2031要举办世界大陆营的伙伴呢，他在2027世界大陆营的行前团长会议，他们就派了10个人来看怎么开团长会议这样子。所以大家真的是都起步的很早，跟准备的很早。那我觉得这是很值得台湾童军总会跟所有伙伴一起借鉴的地方。只是台湾它过去有过去的自己做事情的脚步跟脉络啦，所以那这个转换过程是需要一点时间，但开始有这样子的讯息回到总会，那我觉得也许这就是一个契机。好，以上报告完毕。今天是一个冷硬的话题，又加上没有有趣的图片，真不好意思。王府，你看一下 line， 王府看一下 line。哦，好，谢谢。OK， 民生问题来了，洗澡有热水吗？洗澡有热水吗？没有，没有热水，但是没有美国这么冷，所以好像也还好。这一次的营地的那个卫浴使用的这个部分，它的空间的规划数量这些已经都确定了吗？通通都还没确定。OK， 好的。对，他们有讲出一个期待啦，上次只讲过了规格，东西单位的规格，然后一个分营区要有多少这件事情呢？我省是有给他们一个目标的，但他们还没有达成。OK， 大家看一下，这个就是他晚上的手工艺时间。好像是就是大家可以一起有一些比较轻松的活动，但是呢，事实上这都是一个交易的活动，然后你就是要去social。那这一次要很谢谢杨超会伙伴因为台湾童军在亚太区有很坚强的人脉，但是我们过去很少经营欧洲跟北美、南美、阿拉伯地区的关系，那至少这次办在欧洲有非常多欧洲国家热烈的参与所以我们就很认真的去认识欧洲跟美洲的朋友们，那把这个关系给建立起来。OK， 然后所以晚上会有一点这种表演，但老实说我个人就觉得波兰很有名的就是菇，他们有超级多各式各样的菇比台湾还丰富很多。然后他们的婚礼蛋糕呢，就跟一张桌子一样大，然后上面就是森林跟采香菇、采蘑菇的图案。然后那个蛋糕听说要吃3天这样子，然后超级甜。OK， 这个是克罗埃西亚的总团长。大家看起来这个食物有没有觉得很诱人？然后但是连续3天每一餐都吃一样的，就是这样不诱人了，它就是个会议，然后这就是一个开会的场地这样子。所以大家可以看到说普遍事实上伙伴都蛮资深的。然后这个就是那个超大蛋糕。OK， 这个是给大家看看。这个是他们找了一家旅行社，你可以直接跟他们包旅行社。OK， 但是呢，我们问过了，就是他们找不出中文导览，所以我们并没有很强烈的推荐台湾的团去找这一团。
找这一家旅行社，但实际上他们是很希望可以推出一些大露营专属的旅游行程这样子，所以大家会建议各分团长动作要快啊，可能在今年的9月之前就要把旅行这件事情给搞定，要到明年的话，很多包括连游览车什么可能都很难叫这样子。然后这是波兰航空，他们也是这一次的协办单位这样子。然后OK， 这个是分区会议，就是亚太区有趣的伙伴呢，就会在分区会议的时候就会出来一起讨论有关这个区的，所以它除了有上百人、大堆人的大型会议，也会有很多场小型的会议这样子。OK， 这个是他推荐的，这个是旅行社的老板，他推荐说可以到波兰这些地方去玩。Okay. 但是在右下角就是东南这边的话，因为它就是跟乌克兰是非常近的，然后那个地方晚上一没有太阳，事实上我个人觉得超级冷。Amy， 这个是你去做这一些东西，对不对？对，他晚上的手工艺其实是促进大家的各国代表的互动。那他其实所有的手工艺全部都是波兰传统的文化，所以你刚刚看的手上拿的像一堆花的那个是他们的婚礼的一个头饰，全部是用纸做的。那个一顶的话，他们说婚礼的那一顶，可能那一顶要大概400-500欧。那如果自己会做的话，这个是普通的。他说这个至少技术好的话，你也要做个1-2个礼拜。那通常是专业的，像我们正后面那一位，就是他们特别找来当地做这个手工艺非常知名的人士，所以他们请来的人其实都是专业的。然后他们在同时，因为大家都卡在里面开会，然后飞进来马上进去开会，然后会议结束后，所有人马上赶飞机，没有人有时间就是真正去逛波兰的算体验波兰的文化吧。所以他们借由这种晚上小小的模组活动1-2个小时的活动，让这些世界各地来的代表有机会体验一点点的波兰文化。OK， 谢谢 Amy 补充。这个时间点我好像是去跟荷兰人玩骰子，所以我没有参加这个。OK， 好像是。对，所以事实上就是我跟 Amy 是分头行动，然后我们有计划的就是要去多认识一些各国的伙伴，这样子如果在营地有需要的时候，或是总是有聊过天、吃过饭、见面3分情这样子。对， Okay. 这个时间点我是在跟以色列的代表一起做那个手工艺，然后现在看到世界局势这样，我觉得哇，那以色列代表好猛啊！对呀，所以大家也有看到像那个 FB 或 IG 上面，我们有很多各国的介绍，然后各国的代表总团部欢迎我们一起去嘛，所以那个也都是我们也就找空档拍这样子，所以我就这个出差的比公司的出差还要硬，不过蛮有趣的啦，也很有收获这样子。好，大家也看到这就是玉米还没被除掉的麦田，那这条路都是到时候的主要公路这样子。很大一片麦田，然后很漂亮，然后没什么光害，所以晚上应该也是会有很多星星吧。然后有件事呢，我要跟大家分享，就是如果在波兰开车，请务必一定要先缴停车费，而且要缴足，你可能多缴个15分钟、20分钟或半小时都好，没有多少钱。因为你一旦超过时间走回去的时候呢，来不及了，你就会被开单。然后像我就有不小心被开单了一次，然后那当然，而且这个东西就当然是不能报账的嘛，一定要自己吞下来，超级贵，所以千万不要。而且缴罚单很麻烦，因为我们没有
波兰当地的账户啊，或是社会安全码或等等的这样子。所以请大家记得路边停车一定要事先付费，这件事超重要，然后宁可多付一点这样子。好，以上是我的分享。那我们谢谢汪辅今天精彩的分享哈，非常努力的想要把它在就是总团长会议的这个讯息呢，这是重要的部分分享给大家。那我们大家先来合影一下。那如果有特别要交流的部分的话，就是待会会后 Q&A 的部分再来做提问哦。那大家这个时间点就来开麦克风吧。好啊，边拍照的时候我边讲。开镜头。为什么我会想要分享大家 HOC meeting 在干嘛？就是我觉得 HOC 这个职务或者是 CMT 所有角色在未来是每个人都有机会的，那一定必须要有新的人来做，就会有新气象。就像这一次跟以前就有一些新的东西引入，那我们尽可能也保留一些旧的觉得不错的元素但是只要有新的人来接手，一定未来会有另一番气象。所以我就觉得尽可能把我的所见所闻给分享给每个人，让说不定未来2031就会有很多人有兴趣想要来争取 HOC 这个角色，或开始有一些想象我可以做些什么这样。好用心感谢汪辅一直在铺路好了，我们来看这里，各位，我们来看镜头，3、2、1。好，那我再来跟大家拍一张，3、2、1 ，OK。好的，那就是我们谢谢汪辅，谢谢大家的参与。谢谢观赏贝学院讲座，喜欢请按赞、订阅、分享，请给我们鼓励及支持。